吴磊于舒心主演《狐妖小红娘》续集饭炒锅，别拆星汉锦绣苍兰诀这对 CP。狐仙小红娘月红是一部关于中国第一流量女王龚俊的剧名，预计很快会完结。之后有消息传出续集主演将由陈晓、刘诗诗主演，与舒心搭档吴磊也有望出演最后一部单元剧《王者荣耀》。有人认为这个新身份是开创性的，也有人批评说星辰大海和苍兰诀 CP 不应该被拆散。在中国，狐仙小红娘漫画非常受欢迎，它围绕着一个狐狸恶魔和一个通过红线连接的前世情人展开。漫画还收录了3部单元剧，分别名为《王者荣耀》、《月红》和《竹叶》。杨幂和龚俊主演的红月电视剧在没有受到关注之前就开拍了，时尚风格和演员的融合，以及该剧因选角、造型和颜值而获得的整体人气，是该剧成为热门话题的部分原因。很多人试镜了传闻中的节目竹叶，但制作人一出声就揭穿了谣言。有传言称该剧本应由女演员刘诗诗和演员陈晓主演。更多关于即将上映的电视剧《王者荣耀》的报道为选角猜测增添了燃料。除了此前公布的演员阵容，虞书欣和吴磊也将主演。狐妖小红娘系列讲述了充满欢乐和奇迹的精彩故事，但名为王权的热门剧集以该节目的原名狐妖小王命名。这一集因其具有超凡魅力的主角皇家权力和财富而引起轰动。王室青年天才王权富贵，对小蜘蛛青铜爱不释手。他是家中最强的势力，也是道士。他从小被父亲作为刺客抚养长大，然而他的生活没有自由。多亏了小蜘蛛青铜，他开始向往自由的世界。由于某种原因，他差点死去。有人认为吴磊在群星争霸中饰演这个角色时，传达了一个年轻而傲慢的战争英雄形象。他们注意到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度，展示军事力量和经济财富使他显得桀骜不驯。虞书欣是一个伪装成觊觎信息的蜘蛛精青铜的少女，事实上她是一位认真的年轻女士，致力于她的浪漫伙伴关系。一旦她爱上了金融和政治皇室，舒心被证明是她心爱的生命的热心捍卫者。她本身就是一个甜美又轻浮的年轻女子，非常适合她的角色。很多网友都乐见星辰大海和苍兰诀的组合成功，他们认为拆散组合是不道德的，会损害他们的心愿。然而这些动漫的很多 CP 粉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愤怒了，他们认为这正在破坏他们的完美结合。他们很好奇自己新发现的荧幕火花会不会比赵露思和王鹤棣的火花更好。他们对吴磊和虞书欣的组合很陌生，领导说圈里的小花生杨洋、赵露思、周冬雨等。谈到爱情，过渡期和上升期令人难以置信。不管情况如何暧昧，两个人都不可能在这段时间相爱。此外，涉及的双方都与同事有关系，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理解这一点，除了一个尚未开始的电视节目的预开和加热。赵露思在拍完《试探世界》后不久，距离最后一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有人建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应该为即将上映的电视剧提前挖一个洞。节目制作人需要保持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可信，只要该系列不是以公然推销自己的方式开始，他们就可以对自己的意图含糊其辞。人们看节目是为了兴奋和学习新信息，了解这一事实有助于观众更好地欣赏节目。想知道女星周冬雨是不是真的有实力拿奖？看了她的电视剧表演后，我不相信她有演员的演技。她的表演可能是定制的，她的角色是专门为匹配她的才华而设计的。得奖的电影会有好表现，得宠的电视剧就随便玩。在将她与周迅、章子怡和冬雨进行比较之前，他就知道后者与章子怡和周雨有着不同的后云子时代。他看得出来，在周迅之后，3位金牌女演员都是有奖好演员，有好有坏。周冬雨有2部代表作，演技一点也不差。她是第1位电影女演员和票房抽奖。此外，不可否认的是，她在其他方面都非常适合。由于曾国祥除了周冬雨都受到高度评价，演技和票房都比她高，主可以被认为是合适的候选人吗？赵今麦、张子枫。新生代电影《小花春夏季》皆以刘浩存为主角。此外，文琪可能会参与争夺冠军头衔，
因为相信自己模仿白姐的才华，小妞一直认为自己的演艺事业比白姐更有成就。事实上，即使是在认可周冬雨的演技出众之后，她也保持着这样的看法。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白姐出演的电影太多了，许多人认为电影中的水与普通水没有区别。再者，也有人好奇，徐和章子怡都可以出演，为什么电影市场还需要董宇？这么说来，萧卓平和张周莹的电影还需要周冬雨的资金吗？她在当今电影市场上缺乏吸引力，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资本找不到其他值得称赞的地方。我需要问一个问题，因为娱乐业是通信业的一部分，对吧？或者它是一个计划活动的企业？由于这种说法很受欢迎，因此很容易推销您不怕黑暗的事实。但是您声称无所畏惧，没有热量。为了促进投资，首先要寻找需要资金的投资相关业务。请介绍一下这种企业在这个产业链中的现状。这位教授需要很多解释，他把在大学里学到的一切都还给了他的老师。我不认为我能比这更好地解释它。这个话题非常脱节。你首先讨论如何提高可靠性和有效性，然后突然改变话题，询问最初的投资促进发生了什么。只要您需要我将继续关注这个主题。当我询问课程时，我发现我最初的计划被误导了。我的下一步应该是确定我需要关注提案的哪些具体方面。我还需要为我的演讲制定一个简洁的计划。很明显，这三个行业不能相提并论。规划是通信分支中的二级学科，将这三者视为一个等同于沟通与规划，这是不准确的。学习计划将教学生沟通技巧，而沟通不一定涉及计划。模型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需要写一篇论文来解释它。另外，只有一小部分策划涉及娱乐业，但是通过传播思想理解一些现象，需要与娱乐行业不同的理解传播。交流思想可以用来理解我们当前现实的某些方面，但它与交流本身不同。解释这种关系可以让我们克服对黑暗或社会地位低下的恐惧。我们应该使用简化的通信模型来更好地理解信息交换。信息被传输、接收、编码然后解码。当我写东西时，我需要考虑我想要传播信息的方式。例如，如果我的信息不够清楚，或者我还太小，不能写这样的主题，所以我不能把我的信息拿出来，那么没有人会看到它。或者，如果我将其发送出去，但格式混乱或有拼写错误，那么人们将无法理解我的意思。人们收到我的作品后告诉我他的作品低于标准，忽略他们说的话。我最终发送了工作。参与的人越多，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果就越好。传输信息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人在听都会产生不同的噪音。一个娱乐节目的创作者可以选择播放它，但在播放过程中会有几个人发出噪音。这些人会喊这个片子不好，促使观众不要观看或发送负面评论，这将损害该作品的声誉和可靠性。然而，与简单的交流不同，这种噪音并不像在创造新事物时涉及多少人那么重要。之前您说招商引资怕没有热情，现在您声称您吸引投资的意图与您之前表达的意图不同。你列出了电影派对可能会出现的条件，以便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电影派对会成功。在进行背景调查后，我爱上了这个主题。我给你钱来制作或拍摄作品，您可以使用您的公众知名度在未来进行广播。这是我需要你卖掉的东西。与多种社会利益一起实施美化营销，比仅考虑您的声誉要困难得多。在鼓励对我的项目进行投资时，我需要考虑投资基金的潜在投资回报率。在鼓励投资时，我不应该只关注配色方案，相反，我应该考虑由于该频道的受欢迎程度而获得更高回报和增加资金的潜力。人们常说我的作品很有名，尽管存在风险，我的文章仍继续获得高读者群。你认为我应该因为我的工作而臭名昭著吗？由于这些风险，许多人认为电影或商业派对是愚蠢的。在投资一部电影之前，我的投资者已经评估了它的风险。只要人们继续购买我的尺寸和热量，商家仍然可以出售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只要我发出的声音不违反任何规则，我就可以确信我仍然会吸引大量买家。最初，人们需要关心产品，然后口碑和流量才能帮助它获得普及。
理想情况下，此过程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成功。如果随着八卦或客流量的传播而没有人关心产品，那么这个想法就不太可能在公众中流行起来。我怕自己人气低，流量少，现在豆瓣帖子没人评价，这就是我不怕黑的原因，因为我认为口耳相传是行不通的，而且我的帖子也没有赚钱。